有没有人发现过你？只是一次而已。他做坏事啊，所以他会特别小心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在注意后面有没有人。我们已经跟他好几次了，所以到了第二、第三次的时候啊，他转向我们，然后就走向我们的车子，就说：“你在拍我吗？”我们今天的受访者呢，要求我们在黑暗当中访问他，怎么样？你的工作是见不得光吗？其实我们的工作是需要保持低调，非常低调，最好就是不要有人知道我们是谁。不是，现在是靠近午餐时间，我们已经出动了。今天是抓小三啊，抓小三。不过今天这个是老婆是吗？对，这个是老婆，小三是那个男的。一般上私家侦探，你刚刚是讲20个小时的 block 吗？大概多少个小时在等待？大概是10个钟头。10个小时在等待。通常我们也会准备我们的器材，拍摄器材，然后会看一下他的路线，看他有几个出口，然后呢，这里哪里是最不会显眼的，好像那些 office building 就比较麻烦，他们很多上车的点。拍到什么东西算是可以收工？拍到他那个另一半是谁，长得什么样子。如果有机会好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跟踪那个男的去到哪里。什么时候需要跟踪那个男的嘞？我又不是要拍那个男的。他们要知道那个男的呢是有没有家庭的，住哪里。啊？可是新加坡人有那么爱抓小三咩？抓小三可以占50，然后 commercial 会30，然后20大概会是小孩子。小孩？找私家侦探来监督小孩，为什么？最近不是有很流行那些电子烟哦，我们也是有抓那些10几岁到20几岁，抓他们去抽那些电子烟，或者是赌博，都有，或者去搞一些社会党的一些不合法的行为。我们学的就是说会抓那些员工，抓员工干嘛？抓员工他们会偷懒，或者就是说他们会泄露公司机密。前几年我们有一宗单子，8点上班，然后他10点就出来了，就直接去赌场，赌场一整天到5点，然后6点才到公司打卡出去。公司付的这个钱，因为他也 engage 你需要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可是为了一个员工这样值得吗？最重要就是拿到这个证据，可以跟其他的工人讲，不要这么样做，我们老板还是会抓的。杀一儆百的意思。杀一儆百。我们要跟警察部队拿执照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合法的范围，就是在公共场所拍摄。我们不能进去人家的私人住宅。好像我们去酒吧，我们要拍这个，那跟这个女的在喝酒，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在喝酒，我们不能拿相机出来嘛，我们就拿一个笔进去里面拍。而且去酒吧拿笔好像也有点奇怪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可以拿眼镜。拿眼镜，对，手表也是。手表也是。哇！还有 power bank 也是。放针孔相机嘞？在哪里？在酒店房间？不可以，那个是犯法的。那就犯法了。对。真的是有人说，你拍到了那个照片之后，然后就拿去呈堂证供，然后控他的另一半 adultery 呀？机会不是很高的，因为 adultery 你要真的拍到他们有那个行为才能讲他们 adultery。如果你只是拍他们手拉手进去酒店里面，不算。那这个算什么 ？unreasonable behavior。收费大概开始会从2500左右到5000多左右，这是个基本的。基本的。对。所以抓小三大概就是这个价码。对。以那个我们要跟踪的那个对象他的 mode of transport 是什么？如果是说他是搭 MRT 的那个收费就会稍微高一点点。所以搭 MRT 的反而收费会高一点点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比较需要更多的人力来去跟踪。一般我们需要20个小时到30个小时。所以很 careful 的 planning。Customer 会特别要求说牵手不算，一定要拍到他们接吻，会有这样的 request 吗？会有这样的 request。
我们会跟 customer 讲过，我们不是拍戏嘛，没有办法叫他去接吻。对。我以前呢是做警察的，然后我就转型到私家侦探 WSQ 有一个 course， 要 take 这个 course before 你才能做 PI。哦，对，他的那个重点就是教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在合法的范围里面。哦，所以有点像 law course 这样啦。一个他也不是说教我怎么去偷拍，教我怎么没有，没有，很少。那个要跟他拜师。对，那个是要经验的那个。